来的忧伤，蔷薇的芬芳，泪落两行。伤掩盖或遗忘，阴谋和真相，谁来担当？剑缠绕在心上，挥不尽荣光，如泣如偿。叹命运太跌宕，怨气太痴狂，像梦一场。这恩怨难断，岁月总难当，豪情壮志与天地共享。无畏无惧，携手闯，飙到地老天荒。当硝烟散尽，跌落尽时光，若只真只幻，热血燃沙场，一路笑傲，死也八荒。八荒之上，日出东方，俯瞰众生和苍茫。莽荒之上，侠骨柔肠，不负天下和理想。族长，实不相瞒，我们这次专程来东河市，其实是有一事相求。诸位英雄，请说。若我能做得到，绝不含糊。族长，我叫季宁，我们是黑白学宫弟子，奉师命前来，是想向族长借一个东西。借什么东西？天阶法宝。此地非议事之地，请诸位移步到我东河市大殿。请。好。南君，为了救下余威，我已经得到了天阶法宝。可是这样一来，神王就回归在即，三界大乱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。你曾经跟我说过，叫我不要助纣为虐。可是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选择。门主，那余威应该已经知道，是您盗取了天阶法宝。就算您都是为了他才这么做的，他也一定不会领您的情。我现在已经顾不了这么多了，只要能解除太上忘情，就算他不领情，也无妨。您打算如何？神王如果回归的话，他一定会通过控制别人来释放力量。下一步，他应该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目标才是。可是现在这个任务，并没有交给我。哼，也许神王现在对我也是有所顾虑。我们接下来做事一定要格外小心，静观其变。几位英雄救我们于危难之中，按说你们的请求我不应推辞，只是这天阶法宝关乎我们东河市一族的性命，恕我不能外借。父亲，族长，您再考虑一下吧。我们借天阶法宝，并非为己，而是为了赤明戒狱。据我所知，你们黑白学宫也有2件天阶法宝才是。天阶法宝的功效皆相同，为何你们会前来我东河寻求至宝？实不相瞒，我们学宫的天阶法宝已经被无间门所盗，
要取回来，恐怕有些困难。我知道，要借天阶法宝是不情之请，只是混沌界域的封印，必须要借助天阶法宝的原理相助。还请族长为了天下黎民百姓，借我们一用。此次我东河氏险些遭逢大难，都因天阶法宝而起，故此我已然对不住我的族人。如今我若再次借出，我东河氏若再有个意外，我东河记如何对得起东河氏的父老乡亲？族长此言何意？我们杀掉的那个所谓的祭司，不是因为夺权而逼迫您交出臣子令的吗？他起初乃是想获取天阶法宝，只因我不愿说出关于天阶法宝的消息，才令他们恼羞成怒，想要夺权之后成为东河氏的族长，顺理成章地成为天阶法宝的合法继承人。族长，您若是担心天阶法宝被借出之后东河氏的安危问题，那您大可放心。我们既然借走了天阶法宝，就会以黑白学宫的名义保全这里的安宁，保证再也不会有人来骚扰。此前就是因为我轻信他人，才险些酿此大祸。如今，我怎么可能再犯同样的错误？莫非族长不相信我们？几位对我们有救命之恩，我怎么会不信？只是这黑白学宫距离我东河氏尚有千里之遥，若真有外人来犯，你黑白学宫也能及时相救。父亲，若非他们，东河氏早就陷入歹人之手。您说这天阶法宝是我族圣物，庇佑我族，但却招来有心之人的觊觎，前来偷取法宝不说，还妄图夺权，是纪宁他们救我们出水火。于情于理，我们都应该献出法宝以表谢意。你懂什么？这天阶法宝乃我东河氏世代相传，要是没有天阶法宝在手，我小小东河氏早就被其他氏族瓜分，又岂能有你我在此处相谈？天阶法宝庇佑东河氏，那是过去之事了。可近日之事，父亲又该如何解释？若天阶法宝真的有灵，为何不早日告诉我等？大祭司是贼人呢？不得无礼！此前一切都怪我有眼无珠，引狼入室所致，与天阶法宝何干？经此一难，我若再轻信他人，东河氏若再有个意外，我如何对得起东河氏的父老乡亲？族长的意思，我们明白了。如果继续强人所难，便显得不近人情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就先行离开了。他日若有缘，定会再来拜会。诸位要走，我便不再强留。待我整顿好东河氏之后，定会前往黑白学宫登门致谢。我们先告辞。告辞。告辞。父亲，那我去送他们。舒儿公主，你们就叫我舒儿吧。啊，舒儿，你就不要再送了，我们就在此别过吧。没想到我爹竟然如此顽固，你们救了我们，我们却未能帮上忙，真的很抱歉。舒儿，天阶法宝本价值连城，再加上东河氏又刚刚遭贼人觊觎，族长谨慎一点也是情有可原，舒儿不必介怀。你们放心，我仍会劝解我爹，让他借出天阶法宝。如此甚好，但若是族长执意不允，便也罢了。今后你们有什么打算？我们下山本来是要去找2件天阶法宝的，看来如今只能先去找另外1件天阶法宝。原来如此，有缘再会。再会。再会。告辞。
谢谢你啊，大师兄。起来喝药。小心烫。太难吃了。吃。我不想吃。吃。来。好不容易找到了有天阶法宝的氏族，却连天阶法宝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，怎么办啊？师尊曾经说过，就算我们搬出黑白学宫，也未必管用。看来果然如此。雨薇姐，你看静宁哥一直不说话，你要不要问问他怎么回事？啊？去啊！静宁，你怎么了？我没怎么，就是在想天阶法宝的事情。我看你不像是在想天阶法宝，你倒是像有心事。没有，真的没有。你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。到底怎么了？你们俩快看那边！大祭司在偷东西呢。站住！哪里跑？这么着急，想要去哪儿？你们什么人？我跟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何拦住我的去路？你作恶多端，我们黑白学宫自然要收了你。黑白学宫？你手里拿的什么？交出来！哼，休想！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说，你是不是来自混沌界域？为什么要盗取天阶法宝？我说，我就是从混沌界域的时空碎片里逃出来的一只小妖兽。时空碎片里面有什么？除了灭世妖兽，还有成千上万只小妖兽。我法力低下，但是却会着穿越时空之术，所以我就逃到了东河这个地方。我偶然发现，这东河市有着天阶法宝，所以便下定决心想要盗取修炼。你说的那些小妖兽，是不是都是神王饲养的？是。一开始，神王是派童鱼来饲养我们，后来变成一个黑袍人。黑袍人？没错，这黑袍人深得神王信任，而且法力高强，不在神王之下。他是什么人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看他们像你们。
我知道您是为了东河氏，但您这般拒绝纪宁他们，会不会太不近人情了？若没有他们相救，如今我们东河氏怕是已经覆灭了。我怎么不知道他对我们的大恩？只是舒儿，你要知道，我东河氏的天阶法宝此刻已不在族内了。那在何处？天阶法宝早被那大祭司夺走了。因为此刻我已经感受不到他的气息，我不愿出借天阶法宝。除了他是我们的圣物之外，还有，就是他此刻已经不在我们东河氏了。那您为何不直说呢？舒儿，你要知道，这天阶法宝不仅仅是作为我们的圣物在庇护着我们，更是我们东河氏族人的一个精神寄托。若是天阶法宝失窃的消息传出，必定会使得人心大乱。所以，我只想将它暗中找回，不希望惊动族人。原来如此，是女儿错怪您了。不知者不怪，也是我事先没有与你说清楚缘由。报告族长，黑白学宫弟子纪宁、于为、九连三人，此时正在外面求见。什么？真的吗？他们怎么又回来了？快招！是。有请。族长，族长，天阶法宝怎么会在你们手中？是这样的，在我们回去的路上，我们遇到了那个大祭司，鬼鬼祟祟，便觉得这当中一定有问题。结果发现，他果然盗取了天阶法宝。我们把他拦截下来，取回了法宝，如今特意送回来。可是，你们不是也需要这天阶法宝吗？为何不直接拿走，还要送回来呢？我们虽然需要天阶法宝，但也还是希望能得到族长的首肯。如果我们直接拿走，那不就跟那假祭司一样了吗？不愧是黑白学宫的弟子，果然与众不同。老夫今日得见，佩服，佩服。族长，既然法宝已经送回来了，那我们就走了。你们一再帮助我们东河氏，为何不多留几日，让我们好生款待你们？舒儿的好意我们心领了，但是如今我们身有要务，实在不便多做耽搁。告辞。告辞。慢着。大师兄，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咱们赶紧去跟他们会合吧。不用了，纪宁和余威，你还不相信吗？没了我们，他们也能成。倒是你，不赶紧把身体养好，你就无法跟我们继续寻找天阶法宝，我就得把你送回学宫了。什么？把我送回学宫？我不。怎么着？我跟你们一起跑出来的，最后我一个人回去，显得我多逊呐！我不。你知道你逊就好了。我是不是又上你当了？变态！你们就这样空手而归？敢问还有其他天阶法宝的线索吗？师尊让我们出来寻2件法宝，第一件乃东河氏的，如今已无缘，所以我们只好再去寻另一件了。既然如此，
这天阶法宝，你们就拿去吧。族长，你这是？你们说的对，覆巢之下，安有完卵？我若只顾东河氏一族安危，他日神王作乱，我东河氏也无法逃过一劫。况且，你们一再帮助我东河氏，我若还冥顽不灵，也太说不过去了。所以，这天阶法宝，你们就拿去吧，就当是我的谢意了。那我替天下黎民谢过族长。这下可好了。不过，还有一件事我需告知你们：我虽愿意出借天阶法宝，但它仍不属于你们。你们要想发挥它的原力，还要做另一件事。如果做不到，这天阶法宝如同死物一般。那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？莫非要收服宝物的器灵？不愧是余威啊，果然见多识广。不错，就是器灵。其实这天阶法宝就是一死物，最重要的是其中的器灵。每个天阶法宝都有器灵在身，器灵乃是看守天阶法宝的精灵。每个天阶法宝都有不同的器灵，其灵力也根据天阶法宝的不同而有所不同。如果你们没有得到器灵的认同，就算你们拿到天阶法宝，也没有用。父亲，大祭司盗走了天阶法宝，你并未特别焦虑，就是因为它里面有器灵，是吧？没错，这也是避免他人夺取天阶法宝为非作歹之策。若是他们降服不了器灵，这天阶法宝就是一死物。天阶法宝认主，最终还是会回到我的身边。族长的意思是，让我们去降服器灵。要知道，降服器灵并非易事，就连我都无法预料，或许还会有所伤亡。你们还愿意去吗？当然愿意了，我们就是为了这天阶法宝而来的。可，若是不能降服器灵，我们带着如死物一般的天阶法宝，又有何用呢？您可有降服器灵的办法？可否告诉他们？这器灵乃是我东河氏先祖所降，我只不过是继承祖荫罢了。降服之法，恐怕无从说起。我只知道，每个器灵都有各自的脾气秉性，有些温顺，有些残暴。不过你们放心，这器灵并非妖兽，他们是通灵的圣物，需要你们设法来获得他们的认同。如若将其斩杀，这天阶法宝也一样会成一死物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让他心甘情愿地认可我们。没错，我虽未曾进去降服过器灵，但我深知这绝非易事。族长，你放心，我们不会放弃的。对啊，没有试过，又怎么知道我们能不能成功呢？临阵退缩，绝不是我们黑白学宫弟子的作风。族长，请你送我们进入，让我们去降服器灵吧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将你们送入，一切务必要小心谨慎。哇，就是这儿吗？器灵就在这里面？我们到里面看看。我们要小心一点。这里仿佛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嘛。这个器灵到底在哪儿啊？有人在暗中盯着我们。我也有这种感觉，就是说不上来，到底哪里怪怪的。在那边。这里就是
器灵所在的地方。你们看，这上面有很多古老的花纹，我曾经在经书上看见过。这些古老的花纹，应该是3界大战的时候留下的。天阶法宝，自3界大战开始就已经存在，器灵肯定是从那个时候就存活到现在。前辈，我叫季宁，我们几个是黑白学宫的弟子，奉师尊之命，专程前来借用天阶法宝。如有什么得罪之处，还请见谅。几个没长毛的娃娃，哪有资格跟我说话？看在你们是东河族长送进来的份上，我不为难你，快点离开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季宁，看来我们还是得用东河族长的办法。我虽未曾见过器灵，但经过祖辈口口相传，对它的习性还算知道一二，或许对你们会有所帮助。请赐教。这器灵常居天阶法宝之内，但知晓天下之事，还有读人心思之能。他会读心？那若是我们与他相对，他岂不是能看透我们的心思？不仅如此，你们若与他过招，他会事先知道你们出的招数，从而出手抵挡。这么厉害，那我们岂不是没有办法将他降服了？办法总是有的。这器灵性格怪异，喜欢愚弄他人，更自诩对外界无所不晓，所以自视甚高。如果你们能让其自尊心受挫，让他知道天外有天，人外有人，或许他就甘愿被你们降服了。我明白了。前辈，我听他们说，你对天下无所不知，更能洞察别人的心思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，实在心存疑惑。而且今日前辈一而再再而三的避而不见，我看是徒有虚名。前辈并没有他们说的这么厉害吧？无知小儿，休得无礼！原来你就是那个器灵啊！我就是器灵，如何？既然前辈您这么神通广大，那您敢不敢跟我们赌一赌啊？赌？赌什么？就赌我们3个的心思。如果前辈能通通知晓，那我们就认同前辈之名，名下无虚。我们会马上离开，保证以后不再来打扰你。但相反，如果前辈做不到，那就请前辈顺从我们，把天阶法宝借给我们一用。这还不简单，必定让你们心服口服。那就先从这个口无遮拦之人开始。九灵，不然先从他开始吧，他是我们之中武功最高的那个。余威，出身凤族，小时候家族被灭，后被师父收养于黑白雪宫。你喜欢他？可你身上明明有……前辈，前辈果然厉害，晚辈佩服。好了，到你了。东岩氏公主，身份甚高。你一个小姑娘，心怎么这么乱呢？关你什么事啊？是你们让我看的。谁让你看的？好了，这2个女娃之事已了，现在轮到你了。
片空白，怎么可能？我能读尽天下人的心思，却无法读尽他的心思。说，你是谁？我是黑白学宫的伎娘。你竟然敢欺骗我！纪灵哥，纪灵，余威别过来！前辈，我们今天来这儿，真的是想借用天阶法宝去拯救苍生，并没有欺骗过你。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凡人的习性。皆是见利忘义之徒，做尽伤天害理之事，我岂能被你们所骗？如果前辈不相信我，你可以杀了我。行，如果这样可以拯救赤明界域，可以让你放下对世人的仇恨，牺牲我一个，这太值了。居然有人蠢到牺牲自己拯救苍生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纪灵，你把气灵降服了，我们终于把他降服了，太好了！不愧是黑白学宫的弟子啊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你们顺利降服了气灵。要是没有族长的提点，我们也不能如此顺利，还是要多谢族长的帮助才是。哎，我并未帮到什么，这一切都是你们自己所为。不过这天阶法宝有你们所得，我也算放心了。族长，等我们用完天阶法宝，一定会原物归还，而且一定会对这个地方守口如瓶，不会泄露半句，以免给东河氏带来麻烦。此前我带着东河氏一直隐居于此，是为了保护东河氏。但如今两界封印松动，神王即将回归，我还在这里隐居避世，却不知若天下倾覆，我小小东河氏又如何得以保全？现如今唯有加入天下大事，顺势而为才是正道。父亲，您想如何？纪宁，这天阶法宝，你们收好。我东河氏不能再一味的自保，我们也是这赤明界域一份子。赤明界域有难，我们怎么能坐视不管？我东河氏虽弱小，但也愿意为抵抗神王出一份力。这天阶法宝，就赠予黑白学宫吧。那我替学宫，还有天下的所有百姓，感谢族长。哎呀，他们怎么样了？还没消息呢。把这个一点都不抗冻的破披风还给你。看来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哎呀，我们去找他们吧！哎呀，族长，不好了，族长，不好了！外面天下大变，好像要出什么异常。我看看，不好！神王已经回归。神王回归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当年3界大战结束后，女娲娘娘曾留下一句话：“气灵被收之，即是神王回归之时。”
看你们这个样子，想必你们师尊也没有告诉过你们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您刚才既希望他们取得天阶法宝，又不希望他们取得天阶法宝的原因吧？我曾听说，神王回归条件苛刻，应该不是那么简单的。确实如此，东河以锻造之术闻名于天下。此前曾有古籍记载，只要能集齐1年原石，还有锻造之法和2枚天阶法宝，即可锻造出无形之剑。这无形之剑威力巨大，能够打破任何封印。可如今器灵被收，便说明神王已经打造出了无形之剑。1年原石、锻造之法和2枚天阶法宝。2枚天阶法宝，神王已经有了，只是这1年原石还有锻造之法，他是怎么获取的？上次黑白学宫典籍被盗，或许那典籍就是锻造之法。那1年原石呢？它可不是轻易可得的。在我去黑白学宫之前，我们季氏曾经发现过一个巨大的原石矿脉，只是在我们探取矿脉的时候，并没有发现什么1年原石。1年原石不像原石矿脉那么大，往往只是一小块而已。金宁，你说的那原石矿脉有多长？大概数百里长吧。数百里？1里原石矿脉要上百年才能孕育而成，而你们有数百里，至少要上万年。那么你们即使拥有1年原石，也不足为奇。这么说，神王的1年原石很有可能是从我们季氏的原石矿脉所获取的，大有可能。如此，神王已经拥有1年原石、锻造之法和2枚天阶法宝。这么说，他真的回来了。师兄，这鱼可不一般呢。走，去藏经阁看看。师兄，如何？走。神王已经离开封印了。什么？你是说神王已经破印而出了？不要着急，兴许纪宁他们已经找到天阶法宝了。哎呀，这我能不着急吗？神王破印而出，这3界眼看着就要大乱了。师兄，你怎么能如此淡定呢？你不着急吗？着急有什么用？这不是着急的时候。越是在这种时刻，越要平心静气，莫让对方扰乱阵脚。再说，神王即便逃离了封印，一时半会儿也掀不起什么大浪来。师兄，你的意思是？刚才我在封印中探寻到神王，他自己虽然已经逃离了封印，但是大部分的混沌之力依然还在，只有少数力量随神王而去。这混沌的力量，他无法一并带走。这样的神王不足为惧呀。那神王将混沌之力留在封印，必定会回来将其带走啊！不仅如此，如今的神王还在封印中，也是他力量最弱的时候，是我们将他封印的最好时机。我们要在神王没有找到可以承载他力量的人之前，将他再次封印。唉，我看靠你我2人之力，未必能行吧？就算借助纪宁带回来的天阶法宝之原力，也未必能再次将其封印啊！当下只有请他出关相助了。他？
只有他在千万年前参加过神王封印。如果他肯相助，就能阻止神王回归。师兄，你说的莫非是？没错，明孝长公。这琴声为何如此忧愁？希月，你在想些什么？还是外公了解我。你可是在想季宁他们？我听说季宁他们在学宫被惩治了，然后又逃出了学宫，现在又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想出去找他们。希月，我知道季宁是你的弟弟。你关心他也是应该的，可是现在时局不好，咱们王宫内部可能有内奸。我觉得这段时间你还是不要出门为好，免得引火烧身。外公，宁儿是除了您之外我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一定要去救她。希月，外公，外公，请给我一只应龙卫，我要去找宁儿。不行，外公，我说不行就不行。就算您再阻拦，我也是要去找的。你，你们下去吧。是。师公，上回刺杀失败，门主已经开始怀疑我了。您一定要格外小心，千万不要再露出任何马脚。放心吧。东七那边有什么状况？他应该在黑白学宫伤得十分严重，最近在无间门都没有见到他。我的心里住着一座城，你是城里的那一扇门，我们牵着脚注定的绳，穿过一眼又一瞬红尘，手上握着万千山河，也不及你一抹红唇。你的笑让星辰都触动，你锁眉把大地都惊动。我不想做什么英雄，只愿把环绕在你手指中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凝视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溜走。
只能为你再来过。我们总在为了挣脱一次又一次错过，我们总是为了承诺一再被命运糊弄。明是挂在天上的彩虹，抓不住却瞬间流走，只愿为你，只能为你再来过。